结婚16年啊，没有一个是我的3个小孩。男子结婚16年，3个孩子并非亲生，然而妻子却说，孩子都叫了你16年的爸爸，你还不满意。到底是怎样的剧情这么毁人三观？男子名叫陈志显，46岁，江西人，被网友称作2022年最悲催的男人。2007年经人介绍认识了妻子于某，两人一见钟情就谈起了恋爱，关系进展很快，到了年底他们就开始谈婚论嫁。不过于某的家人并不同意这门亲事，因为两家相隔就一条河的距离，他们对陈志显知根知底，就一穷小子，怕女儿嫁过去吃苦。但是于某执意要嫁给陈志显，父母实在扭不过他，就随他去了。2008年于某怀孕了，8月9日为陈志显生下一女儿。在孩子出生前1个月，在外打工的陈志显辞职回到家，他心里既高兴又觉得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些，所以他换了一份工作，驾照升到了 A1， 去开半挂车。开车虽然辛苦，但是工资高。2011年3月，于某又生下一女儿，家里多了一张嘴，陈志显更加卖力工作了，但也更加节约，平时都穿些便宜的鞋子和衣服，衣服穿旧了都不舍得买新的。那时候的妻子于某也一心扑在家庭上，不化妆，不打扮，不买护肤品，每逢春节还会给陈志显买一身新衣服。然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孩子过得更幸福。陈志显常年在外打工，很少有时间陪伴妻子，他心里充满愧疚，于是想着在金钱方面尽量弥补妻子，所以每次发工资他全部都给了妻子，而且从来不过问他到底怎么用，自己只留点做日常开销。2014年，为了赚更多的钱，陈志显和妻子到他表哥的橱柜厂干了1年，到年底2个人加起来还存了9万块钱。陈志显觉得再做2年就能起个新房给孩子了。奇怪的是，第2年妻子于某怎么说都不愿出门，陈志显还以为他放心不下孩子，又扭不过他，于是只能在家开了个门面，弄了个小厂。然而于某却整天打牌，店面的收入又不高，所以艰难地维持了2年，店面就倒了。2017年底，于某意外怀孕，只能在家养胎，而陈志显没办法，只能再次出门打工。那段时间他又要给家里的父亲修房子、装修，还要养一大家子人，有些花费都是贷款来的，所以陈志显只能拼命工作。有次他不小心从车上摔下来，手摔伤了，整整3个月夹菜都用另一只手拖着，医院都不舍得去，每天就抹点药水，省吃俭用，只为了这个家。然而妻子却不懂得感恩，在外边有了男人。2021年，陈志显回家过年，妻子于某突然跟他说要跟朋友到衢州做工程。陈志显并不同意，劝导妻子说没有本钱也亏不起，死活不让妻子去。然而妻子还是瞒着他去了衢州。于某去了衢州之后，好似换了个人一般，对陈志显异常冷漠，打电话不接，还经常挂断电话，不是说有事就是说忙着，要么就直接关机。2022年3月1日这天，陈志显照常给妻子打电话，而妻子于某却敷衍说要睡觉了。换作平时，陈志显觉得没什么，也不会起疑心，可是那天晚上太早了，这么早睡觉谁信呢？于是陈志显便拿起手机查家里的监控，发现妻子于某根本没有回家，他打电话到娘家那里，娘家人说他不在。于是陈志显运用手机防盗功能定位了妻子的手机位置，发现妻子于某已经到了衢州的某家宾馆。陈志显连夜赶到宾馆门口，在外边守了1晚上。第2天一早，他发现妻子跟一男子同时退了一张房卡，那一刻他如遭雷击，反应过来时便冲上去扇了一人一个耳光。于某看到丈夫突然出现，倒也愣了一下，没回过神就被抽了一耳光。不过那一刻陈志显才是最痛苦的，16年来的感情付出突然土崩瓦解，他失魂落魄地回到家，内心是绝望的，可突然看到孩子，又觉得孩子是无辜的，于是他想着原谅妻子，让他回归家庭。然而妻子反倒不领情，跟着情夫私奔了，并且把他的联系方式全部拉黑。后来陈志显在跟大女儿聊天中，大女儿说你们离婚，妈妈要带走我跟老三。
听到这话，陈志显脑海突然冒出一个疑问：妻子到底是什么时候出轨的？他越想越不对劲，因为于某第3次怀孕时，他明明记得那段时间做了安全措施，但是问起于某，于某却说意外怀孕，不小心的。当时现任妻子没有怀疑，现在却起了疑心，于是决定先后给3个女儿做亲子鉴定。2022年4月26号，老三的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了，跟陈志显并无血缘关系。此时陈志显内心是崩溃的，他跑到岳母家，想让岳母打电话叫于某回来商量事情的处理结果。可惜一进家门，岳母就拿把伞追陈志显打，骂他不是个东西。陈志显用手挡了一下，可能是反弹的力量，岳母又没站稳就摔倒在地，摔进了医院。于某的妹妹以故意伤害罪报警，陈志显被拘留几天后取保候审。再后来，老大跟老二的亲子鉴定结果也出来了，都不是亲生的。这个消息对陈志显来说犹如晴天霹雳。结婚16年啊，没有一个是我的3个小孩。内心崩溃的陈志显再次拨通了妻子的电话，想看看妻子的态度。然而妻子却说：让他小孩子叫爸爸叫了10几年，他都能做出这种事情来，你说他跟畜生有什么关系？我没觉得我出轨，我不认为我出轨。妻子说出的话让陈志显抓狂。于某表示不认可亲子鉴定，对于自己婚内出轨则避重就轻，甚至不承认自己婚内出轨，最后还把责任全部推到陈志显身上。10几年来，我女儿一直叫爸爸，他做出这种事情来伤害我女儿的时候，他有想过吧？血缘关系那么重要吧？别人没有了生的人不是照样抱吗？他为什么他生不了了？我跟他10几年，为什么他生不了了？陈志显不服，再次到娘家讨个说法，然而岳母却一副事不关己、高高挂起的态度。更让陈志显寒心的是，养育了16年的女儿都不站在他这边。自从陈志显跟妻子出了这档事后，大女儿对他就异常冷漠，排斥养了他16年的父亲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我之前问他为什么小时候会打我什么之类的，说你不犯错我会打你，还说什么这都是教育你们的方法。哇，把打人说的这么理直气壮哎。陈志显以为二女儿会对自己亲近一点，中秋节那天他去学校放学路上给二女儿送月饼，二女儿一看见陈志显就躲，上去问他缘由，他说我不想与你说话，没话可说。很明显女儿都站在母亲那边。经历了这一系列的打击之后，陈志显剩下的只有落寞。16年的感情付出最终一无所有，爱消失了，妻离子散。他最终不再忍让，委托律师为自己讨回公道。然而这一消息被于某知道后，半夜带着人用炮竹炸家，把本身就身患重病的陈父吓出了心脏病。所以陈志显真的一点情面都不想留了。目前他只有一个诉求，先追究对方的刑事责任，再起诉离婚，要求对方返还16年的抚养费。虽然这个过程艰难且漫长，不过陈志显也表示自己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钱什么的更加无所谓，所以这个官司他会一直打下去。那么你认为他能讨回公道吗？我们一起期待后续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随缘再见。